哎，小伙伴大家好，我是组长。哎，我是阿华田。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捷界机车的新店啊，来试驾这个声势的新车350S。哎，这台车，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台车啊。先下一个标签，然后咱们先来聊外观。这个车就是亮眼，就是外观嘛，对吧？它这个就是类似一种小型巡航车这种的这个四不像，有点像小型巡航车，有点像这种那个街车的感觉。对，来一点点聊。来，组长你先聊聊你对这个车最大的印象啊。这个车的印象，反正整体的印象就是非常绅士。那么集合到这个外观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绅士。绅士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车型，绅士都在不断的出。这个车尤其是，你说它是一个巡航，没问题啊，这个宽大的油箱，哎，对，尤其从前脸去瞅，哎，这个对吧，营造的确实不错。而且这个坐高是吧？看这种脚踏横着的，对。你说它是个单摇臂，而且后面收的特别窄，而且小伙伴们，它的排气在哪里？它的排气隐藏在这里。巡航车会把排气这么低调的放着吗？也不会是吧？对，就挺神奇的啊。对，很神奇，很神奇。但是整体啊，小伙伴，这个车其实是偏小的。我们认为它对标的话，还应该是金吉拉，对吧？对。虽然是金吉拉的那个，金吉拉是一个真正的巡航车。金拉还有这种闪300S，就这种小型的美式巡航车，入门级的，它对标应该这个，包括价格，包括这个体型，啊，应该都是。对。反正啊，这个外观啊，我再聊几个小细节。首先呢，就是这个前面这个比较，你看上面看很好看。鲨鱼式的这种绅士的设计，这个灯，然后这个灯呢，我们专门看了，跟 GK350通用件，只是这个稍微这个件不一样，这个灯是一样的，为了降低成本嘛。对。然后刚才那个排气也聊了，单摇臂是标配，就是单摇臂啊，它就只有一个配置是单摇臂的。对。然后这是这台车亮点，就感觉有点缝合怪的感觉。是的。总体来说，就是你说单看一个零件都挺好看的，对，组合在一起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对，组长也分析了一下，它是给人整体一个头重脚轻的感觉。对，从头面看油箱很宽，灯也很大，对吧？但是到后面的话，大家看它这个坐垫的位置。哎，今天白老师没来啊，难上加难，咱不掩饰了，也没必要这么点的坐垫，真巴掌大啊。然后呢，你看它是一个单摇臂，整体后面就比较偏窄，所以说就是一个虎头蛇尾的感觉。只是从前面去看特别虎，往后中间一看和往后面看，好露馅了。就是这种感觉。好嘞，外观说这么多啊，其实这台车外观重点，小伙伴好不好看，自己给我们打个分啊。好嘞，然后咱们重点聊聊我们马场试驾的感受。对，先说这个动力啊，还是350这个老朋友了，不能算新朋友了。所以说这个车一贯很绅士嘛。对，350，哎，这真的没得说。组长跟那个阿华田去试的时候，随拧随有，响应非常快。而且就是即使上了40-50的时候，再用油门还会有推背感。而且这是组长试的2个模式中的 E 模式。来，阿华田说说 Sport 模式。Sport 模式以后更就是不能叫敏感了，就有点小贼了啊！刚开始拧的时候就来那么一下，给你点小推背感。所以说就是这个车呀，350这个动力调教的肯定没有问题啊，这一点要给好评。对，声势是一贯的这个放进动力参数啊，包括实际驾驶感受，动力的出力感受上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然后说完动力了，就给但是了哈，是吧？但是了，对，动力的另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震动了不得不聊震动和噪声。咱们先聊震动啊，这台车是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大的缺点了。对，依然就是有点声势的老毛病延续下来的。声势的踏板还不错，其他的就有点，其他的街车啊、巡航啊什么都有点问题。这个车震动非常绵密，然后在低速的时候你得仔细体会，就能体会到啊，转速上了6000以后，这个绵密程度不变，振幅加大，有点受不了，主要是来自这个油箱。对，你要说手和脚，说实话也有，但是我觉得我跟阿华田觉得能接受，能忍。油箱确实是忍不了，怎么办呢？别夹着。对，没错，别夹着也还能行，你就岔开胯了那么骑这个巡航那种感觉。对，哎，就是这个，它这个油箱震动真的大，我觉得不止6000，可能3000以上，你可能有时候就比较敏感小伙伴你就受不了了。对，我们穿的比较厚嘛，说你要夏天骑的话，确实。没错，震动肯定是给差评了。对，这点是声势很绅士，它的车都是有这个共性问题。那这个隐藏式排气带来这个噪声呢，就是包括发动机的声音。发动机的声音怎么说呢？有哨声，但是仅限于起步阶段。一旦快，因为它响应很快嘛，对，一拧油门，声音就呲了。对，所以声音跟我们骑350 GK 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对，声音只能综合打一个中频吧，对，它不会给你巡航的时候给你一点愉悦的感觉，没有。而且它如果要打巡航牌的话，它就是350机头的那个声音。
也没有巡航的那种声音的加持。没有，排气装没有为那个巡航去调教，没有。就这样吧，这肯定也没专调。说这么多，咱听一下，来吧。好，声音听到这里哈，接下来聊这件事刹车吧。又聊缺点了。刹车很生事。对。小伙伴应该知道，刹车尤其是阿华田有深刻的感受，这个后刹呀，你得往死了踩。声势的挡车的后刹真的没法弄，没法弄。但是它既然挂上巡航，这又增加了一个缺点。对。大家看，脚是这么横着放的。如果我要深踩的话，我跟组长和阿华田都有这感受。你踩到平了，就是只能说带上刹车了。对，要真想有效果，你还得再往下深，要低过这个面了。对，你这个脚其实就不舒服了。对，而且阿华田再说说前刹。前刹就是我也觉得以前声势呢，就是毕竟它前刹是西护的，后刹是国产牌子的，后刹软就软。前刹还行，好歹还有一个好使的。这会儿我感觉前刹我都不太行，因为可能是我有预设了嘛，我上来就没咋用后刹，我就净用前刹了。我觉得只用前刹肯定也不够，后刹又软，所以整体的这个刹车给我的新鲜感还不如那个 GK3。但要补充一下，这个车刚开了3公里。对，新车啊，和这个闸皮可能是没磨开。对，没错。即使没磨开的话，咱也得说它的刹车确实很生势，尤其是后刹。小伙伴要有一点的预设，绝对给不了好评。要有心理建设准备。对。那刹车完了稍微聊下悬架吧，因为悬架其实我们是在市容道路上骑的，对，只能过一些这个减速带，不是连减速带都没有，这路太好了。最近那个我们过了一些小井盖，对。然后那个我来聊聊啊，主要是这个悬架呀，这个我感觉稍微就过那个小井盖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丢偏硬了。对，有一丢偏硬，因为按理说巡航它应该是比较质感或者比较软的那种的，你可以稍微都忽悠着，大家都能接受。它稍微我觉得还是可能偏街车那种质感，是偏街车那个减震的质感。而且它这个后悬这个很逗啊，后悬我都拍不着，我在这边。对，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我们看了一下，跟其他的声势车不太一样，结构上确实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后悬在这儿呢，后悬在下边呢。是，它的后悬正好是在发动机下面。对，而且你看，它为了保护后悬，它还专门做了一套这个挡板，而且它这个车架部分也特别低。对，这是这个金属板不是保护板，这金属板是车架。所以说这个结构设计还挺特殊的。对，确实是改了，挺特殊的。这个结构设计啊，其实就跟我们实际用起来的这种可能会影响你的感受。对，感受。就你的感受，其实由于它的结构设计导致的。对，所以说我们让小伙伴自己来聊聊这个车重点的这个骑行的这种操控性。操控性。对。操控性，组长先说一说啊。说到操控性，特别灵活。前把当时骑的时候感觉特别灵活，但是这个只是限于在低速情况下，如果速度高一点的话，可能就变成缺点，它会发贼。对，而且是头贼。对。这高速可能稳定感不很好。但是啊，